神封侯府嫡女慕容熙淫行不端，私通外男，玷污皇室血脉，罪无可赦，令打入死牢，秋后处斩。做什么？你不过一介庶女，若不是我父亲的战功照拂，你和你母亲妹妹哪有如今的日子？如今已经恩将仇报，庶女又如何？瑶儿如今贵为皇后，而你只是个阶下囚罢了。你不会还以为肚子里的是浩哥哥的孩子，不过是个野种罢了？你胡说！姐姐可否还记得，浩哥哥娶你之时，我怀孕了。浩哥哥为了和你结婚，亲手逼我杀死了我们的孩子。妹妹没有的，姐姐自然也不该有。现在的你和国公府都没用了，国公府昨日就被满门问斩了。死后必为厉鬼，找你们这对狗男女索命！我不是死了吗？这是英王府？难道我穿越回了7个月前王妃的赏花宴上，慕容妃给我下药，试图玷污我清白的时候？真有这种好事？你不是故意骗我寻开心的吧？一模一样，这句话我到死都不会忘记。小宝贝儿，来吧，宝！哎，人呢？这不可能！这茶的药可是我亲手下的，这屋里也点满了催情香，他跑不掉的。追！现在当务之急是给自己找到解药，虽我有一身医术，可药材却哪里找？是希儿。再进一步，今天我们都活不成。舒蝶、泽泻、甘草、乌龙珠，去找药，我们还有一线生机。哎呀，有劳夫人陪我一起来找2个孩子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来了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剧情，捉奸。这边请。这慕容姑娘也太猴急了，也不知道是有多想要男人。这也不知这是慕容家的哪个姑娘啊？哎呀，王妃，希儿可能是一时糊涂，望王妃见谅。这么说，里面的是慕容熙了。大概发生什么了？慕容熙参见王妃，见过各位夫人。你在这儿，那里头的人是谁？不可能，那茶是我亲眼看着慕容熙喝下去的，这贱人怎么还能好好的站在这儿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妹妹呢？我也想知道啊。刚才我有点不舒服，二妹妹扶我来这儿休息，后来我出来透透气，回来就发现大家聚在这儿。发生什么了？你混账！贱人，你害我！妹妹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说慕容熙陷害你，他是如何陷害于你？是他说他头晕，我好心扶他去休息，结
结果他竟然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野男人，害得我。王妃明鉴，这男人是谁？臣女根本就不认识。就是你把人引到屋子里去的，你还故意把门关上，根本不顾我在里面苦苦哀求和挣扎。敢不敢让大家看看你的手？那臣女斗胆，请王妃做个见证。怎么可能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慕容熙，你来说。今日臣女第一次出现在人前，难免有些紧张。妹妹过来询问，给了我一杯茶。我喝完茶之后，头晕目眩，被妹妹扶到这间厢房休息。臣女进了房间之后，不知怎的昏睡了过去。醒来之后，就听见一男一女在商议要毁我清白。臣女一时害怕，就偷跑了出来。没想到，来人，去验那杯茶和那个房间。是。完了，没想到王妃竟然为这个贱人做到这种地步。启禀王妃，茶和房间里都发现大量迷情药，简直太不像话了！我以为你是无辜的，还替你向王妃求情，你居然给你亲姐姐下药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不本来就是……你住口！还敢狡辩！王妃已经明察。够了，你们慕容家的事，送回慕容家自己看着办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老身教子无方，给王妃添麻烦了。老夫人哪里的话，个人造化，都是自个儿求来的。大姑娘今天运气好。稍后，老身会安抚希儿的。妃儿，今日起于白马寺禁足半年，每日抄经。至于苏婉，罚俸3个月。我不要禁足，明明不是我的错，错的是这个贱人，都是他害的我。姐姐还不张嘴？这是大姐姐，她怎么会害你呢？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慕容瑶终于又见面了。慕容妃心术不正，企图加害长姐，不思悔改，还推卸责任，实属罪大恶极。着人把她送到家庙当姑子吧。我不要当姑子，我还想嫁人呢。嫁人？好啊，你带来的男人在树上绑着呢，去吧，去嫁他吧。祖母息怒，姐姐不是有意顶撞您的，她只是一时冲动。祖母等孙女去劝劝她。你们不要在这儿挤眉弄眼。从今日起，苏婉就不用当家了。什么？娘，母亲刚刚不是有意反对的，祖母不要生气。母亲她会交出掌家权的，她只是忧心。我明白了，咱们府上又不是那些官宦人家，规矩多，婚配大事都由自己做主，这和掌家是谁都没有关系。只要瑶儿的婚事还握在手中，一切就都还有机会。行了，你们都各自领罚吧。祖母，希儿，你可知错？去祠堂跪着吧。是。王爷，您的太子侄儿果然按耐不住，去跟慕容瑶私会去了。王妃女儿给您下药的证据也找齐了，还有慕容大姑娘被罚跪祠堂了。找机会把证据送给王妃。是。还以为他昏过去了，还好只是睡着了。你们不准欺负他！你们再欺负他，我就告诉我爹爹，我爹爹可是骁勇善战的神风侯。
这味道是白日里那个男人身上的味道。参见殿下。今天的事儿你怎么解释？不是说好万无一失的吗？太子殿下息怒，今日之事本来必定可成，奈何我那二姐实在太蠢。不过殿下放心，我已另有计策。中秋宴上，保证替殿下拿下慕容熙。你最好不要再有任何闪失，否则绝对不会。过来。殿下，见过老夫人，都坐下吧。是。希儿，来。今天叫你们来呀，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。老二家的犯了错，就不宜再掌管钟馗了。希儿已经长大了，也应该学着长家了，不如让她试试。母亲，这大姐姐聪慧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母亲不必太过担心。希儿多谢祖母信任。不过钟馗之事责任重大，我贸然上手恐有疏漏，不如让三婶婶来帮我吧。我自是愿意给大姑娘做辅助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来给三婶婶当辅助，顺便学习。哦，那这样吧，具体的事务我一边做一边教大姑娘，但这印还是该由大姑娘掌着。如此便好。中秋快到了，宫里的请柬也已经送来了。老三家的，你就带着丫头们一起去吧。是。什么？这么一来，田京城不都知道我在侯府失了势，这还不知道怎么编排我呢？祖母，母亲只不过是太过担忧了。不爱，我回去一定好好规劝她。唉。看秦氏那个小人得志的样子，都是贱人。哼！你要是不想让他得志，就不要总是惹事。这么说，你有办法？具体的事情就不用多管了，你只要好好待在府上，别扯后腿。这钟馗我很快就给你要回来，你只要记住，在中秋宴之前别惹事就行。秦青青带人去参加中秋宴，万万不能出事。那要是出了事呢？我们夫人说，样式都是之前二夫人定下的，时间紧，怕来不及弄新的。姑娘看看中意哪个，或者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，夫人可以想想办法。这不就是上一世慕容瑶穿的那一套？就是这套衣服让慕容瑶在中秋晚宴上大放光彩，一鸣惊人，从此进入了皇家视线。大姑娘好眼力，刚才我们夫人也说呀，这件最衬气质了。不知道慕容瑶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会是什么表情？三姑娘，这是要送给我的衣服，正好碰上了，就不麻烦了，直接给我吧。三姑娘误会了，这是给大姑娘送过去的。可这衣服分明是我们姑娘早就设计好的，可别是弄错了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夫人刚接手钟馗，怕有疏漏，特意按着姑娘们的排行一件件发，保证不偏不倚。这个贱人居然敢算计我的衣服，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吗？去找冬梅，想办法给这个衣服搞点破坏，务必让那个贱人当众出丑。别动，我自己来。上一世就是冬梅替我化妆，导致我在宫宴上出丑。
想必他也是慕容瑶的人。不过这次我提前换掉了慕容瑶的衣服，改变了故事走向，也不知后续会如何。姑娘，你真是太好看了，就跟仙女一样。别打趣了，快把衣服拿进来，帮我换上吧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姑娘的腰又不粗，怎么会破的？不知道啊，这怎么办？要不换一件吧？果然，事态发展和上一世不一样。大姑娘怎么还没来？这眼看时间就要来不及了，大姑娘可不能迟到啊！是啊，这么多人在等她，也不知道大姐姐在摆什么谱。难不成要三婶亲自去请？是吗？那不如咱家去请大姑娘好了。刘公公，慕容熙，看你这次怎么收场！姑娘，不好了，刘公公和三太太朝咱们这儿来说要治您的罪。公公莫怪，想必大姑娘心中有数，并不会误了宫宴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院里的丫鬟毛手毛脚，把衣服撕了道口子，进宫面圣怎能衣着不得体呢？我正好修补一下，还望公公莫怪。好漂亮的凤凰，卓而不群，没想到大姑娘的绣工如此出神入化呢。冬梅、金玲，你们俩先出去，把我床底下绣盒拿来。啊！大姑娘，你怎么会？幸亏我早有准备。行了，知道耽误时辰了，还不快走？圣上若是怪罪下来，那谁都担当不起。走吧。冬梅这个贱婢，让她把衣裳搞坏，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，又让这个贱人抢走了我的风头。哼！听闻今日家宴，庄亲王也会来，他可是整个大晋最英俊有魅力的男人。可他不是陛下的弟弟吗？再英俊，怕也是一把年纪，孩子都满地跑了吧？他是陛下最小的弟弟，只比太子殿下大不了2、3岁。我倒要看看这大晋最帅的男人长什么模样。皇后娘娘驾到，太子殿下驾到，庄亲王殿下驾到，恭迎皇上，恭迎娘娘，免礼吧。怎么会是他呢？那日我俩都中了情药，意识不够清醒，希望他没认出我来。知道慕容姑娘是你的，王爷快别看了。那个女人是慕容熙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她竟这样美？幸好上次慕容瑶的计划没奏效，这样绝色的美人若是被玷污了，可就没法做我的侍妾了。太子殿下竟然失态了，不行，今天的宴会我一定要让这个贱人下不来台。既是家宴，陛下也不喜铺张，那不如由小辈们展示一下才艺吧。往年都是慕容三姑娘打头阵，今年就照旧吧。回皇后的话，往年都是臣女开场，不过今年姐姐第一次参加，不如就让姐姐先来吧。慕容熙，你毫无准备，这定能让你下不来台。哦，你姐姐是慕容熙吗？到朕面前来。臣女参见皇上。颇有你父母当年的风范，如何？你有何才艺？臣女才疏学浅，皇上若是不嫌弃，臣女想借琴一游。
没想到慕容大姑娘的琴艺也是一绝，这曲中的悲切和思念之情，听得我都想落泪了。希儿，她都经历了什么？连我都忍不住被她的琴声感染。希儿琴技惊人，该赏。你想要什么？今日机会难得，大姑娘若有中意的郎君，不妨一求啊。我想要的，妹妹没有的，姐姐也不该有。这一世最重要的是阻止轩辕浩和慕容瑶的阴谋，不会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的亲人。臣女斗胆求皇上，若日后有人求娶，臣女希望有拒绝的权利。准，想嫁与否，你说了算。柳树下，是太子殿下。就算你出尽风头又如何？太子殿下依旧是我的。太子殿下，你可从没说过你姐姐和你一样是天人之子。一会儿走月时，你找个机会推慕容熙下水，本太子要亲自英雄救美。太子殿下怎的？这是看上我姐姐了？不要瑶儿了。姑不过是想要国公府的助力，稳固太子之位，你的侧妃之位绝不会有变。只要祝轩辕浩登上帝位，即使是侧妃，我也能坐上皇后之位。下面是2个清白的姑娘，你这么跳下去，她们日后如何见人？13叔，事出紧急，救不得了。来人呐！有人落水了！你没事吧？阿泽，姐姐何故拉我下水？我问你，刚刚入水前，你在我什么位置？我在你身后啊！我刚想上去打招呼，就被你拉下去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大姐姐何故打我？我是在教训你，在外顶着侯府的名头，不要总是想着耍心机、搞内斗，败坏侯府名声。第二，桥上的栏杆有半人高，若不是后面有人推我，我怎么掉得下去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谢过庄亲王殿下，您的衣服我洗干净了，再送还府中。阿泽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刚刚落水，但愿他不会感染风寒。祖母，希儿，今晚的事啊，我听说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我若强行哭闹，要求处置慕容瑶，反而会引得祖母生厌。祖母一向看重侯府名声，倒不如以退为进。妹妹只是一时失手罢了，如果处置了妹妹，反倒会让外人说我们侯府的不是。比起希儿的委屈，还是侯府的名声更重要。哎呦，你听听啊，好孩子，你也辛苦了啊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祖母呀，会。希儿听见祖母有些气喘，希儿不才，愿替祖母看看。祖母这气喘呐，可就是顽疾了，宫里的太医都没有办法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祖母感觉如何？果然气畅通多了。哎呦，真有你的孩子。浅禾，这是希儿炖的芝麻雪梨，
每日服用对救急有益。哎呦，希儿啊，你可真是有心了。姑娘，明明是三姑娘算计你，怎么就这么便宜了她？我可没有放过她，我这是把她往深渊里再推一把。去，给太子府送信，说我约太子子时侯府后门见。啊，慕容瑶和太子深夜幽会，都会以夜莺叫声为号，只要把太子骗到侯府后门，慕容瑶自会赴约。若是被祖母撞见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夫人，有动静了。三姑娘子时偷偷从后门出来，上了一辆马车，约2炷香的时候才回来。下来的时候，衣裳似乎有些凌乱。下人回禀说，马车进了太子府后院。哼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，为了当上太子妃，计贯算尽，竟算到国公府头上来了。受委屈了，我的宝贝外孙女受了此等委屈，今天你要不给个交代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太好了，这一世外祖也活得好好的。郑国公息怒，我已经进了三丫头的族，今天呢，特意让她当着您的面给西姑娘赔罪，直到您和西姑娘满意为止，这样可好？大姐姐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求姐姐原谅妹妹这次吧。慕容熙，你记住，今日我受到的委屈，后面都会让你加倍奉还。菲儿出家，我被禁足，如今连你也被囚在这儿。他慕容熙就是投了个好人家，如今还有郑国公替他撑腰，尾巴都跳天上去了。你倒是说话呀，还有心思喝茶？急有什么用？你说过帮我拿回管家权，如今钟馗没拿到，你白白赔了进去，我能不急吗？半个月后就是大伯的10周年忌日，祖母定会去白马寺大办法事，到时候我必定随行。只要我出去了，就不会让那个贱人好过。老太君安心在此沐浴斋戒，7日后，贫僧亲自主持法事，以为侯爷在天之灵。父亲离开我们，竟有10年之久了。太子驾到！拜见太子殿下、庄亲王殿下。女子多有不便，就不打扰太子殿下和庄亲王殿下礼佛，我们先行退下。老太君客气了，孤听闻神风侯的忌日到，特来慰问。多谢殿下挂记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刚才有个客商从山下走，东西太重压垮了桥，把路给堵了。啊！既一时半会儿走不了，姑就在这儿住几天，做几场法事，为父皇和天下臣民祈福吧。各位施主，请随贫僧来，贫僧给各位安排住所。太子殿下，可是你说有万全之策，姑才肯过来的。一定让殿下拿下慕容熙。好，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被禁足这段时间，有没有想姑？不想。伯牙访友，所求不成，按兵不动。我求问前程，得到的竟是这下钱。难道这一世我也难逃牢笼？
注定要成为别人的棋子吗？哈哈哈，二位倒是有缘，求得了同一签。此签虽为下签，却暗藏转机，若能遇到贵人，则大吉。缘分，贵人？难道我和希儿是命定彼此的贵人吗？我看你就是居心不良，竟敢说萧儿杀孽太重，灵魂不能解脱，永远受苦。是老方丈说的，解签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祖母莫要生气，方丈说的解决之法，孙女认为可行。由大姐姐登上天塔，取来灵泉水，为大伯超度，定能安抚大伯的英灵。天塔顶高耸入云，灵泉寺又偏僻难行，一个女子家如何去得呀？既然是为父亲祈福超度，无论多艰难，希儿都去。父亲为国为民，死而后已，其心天地可见，哪来的什么杀孽和罪业？无非就是慕容瑶和轩辕浩合谋害我的招数罢了。庄亲王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扭到脚了，让我看看。我自己来。这走平地都勉强，还怎么继续爬台阶啊？我来背你吧。这不太好吧？一笑春风过，百花次第开。这男人英俊的有点过分啊！王爷，王爷，你快放我下来！无碍，莫白乃我牵线。前方情况如何？启禀王爷，慕容姑娘，果然不出王爷所料，太子正在塔顶泉水旁，还有慕容飞。看来令妹让慕容姑娘取水，怕是另有所图。姑娘打算如何？慕容瑶和轩辕浩为了获得国公府助力，还真是锲而不舍。王爷是否有兴趣陪我演一出戏？荣幸之至。这东西当真有用？殿下放心，这可是三妹妹独家配制的好东西，绝对能让慕容熙毫无反抗之力，任由殿下玩弄。不错。慕容熙，等太子辱了你的清白，便成了与我一样的不洁之人，要么和我一起出家，要么我便趁机一统鬼侯。走。太子殿下，请自重。矜持，做我的太子妃，难道不风光吗？王爷再不出来，是想让我演独角戏吗？倒是不知殿下想要得到倾慕之人，竟然用如此下作手段。13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太子屡次三番联合慕容瑶，想让我嫁给他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我身后的神风侯府、国公府的助力，登上皇位。这样的人要是登上皇位，等待天下的会是什么？王爷可知？昔日在侯府，竟是过着这般遭人利用的苦日子。但听姑娘吩咐，殿下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立刻下山回宫，这件事是慕容飞一人所为；第二，慕容大姑娘撞见太子与慕容飞苟且，轩辕辰，你敢放肆！我是你皇叔，有何不敢？还是说，让我把这玩意儿带到你父皇面前？这次多谢王爷出手相助了，若是没有您，我都不知该怎么办了。这手帕你还留着？我一时顺手罢了。
手帕脏了，我洗干净还你。慕白，把慕容飞拎着。是。大师，这是您要的灵泉水。希儿，庄亲王这是……慕白，希儿本来想去塔顶取泉水，谁知菲儿突然冲出来，把我推下台阶，崴了脚。幸好庄亲王及时赶到，否则……祖母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推他，是……孙女本是去天塔给大伯祈福，没想到遇见了大姐姐，太久没见亲人，太过于激动。谁知一时失手，孙女自上次在阴王府被那歹人占了身子后，便怀孕了，所以改邪归正，就想为肚子里的孩子祈福，怎会害大姐姐呢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何不跟家人说呀？孙女自知给侯府丢脸了，不敢跟家里人说，只能日日以血研墨，给祖母和家里人祈福。大姐姐，我知道姐姐昔日害了你，不过她已经付出代价了，你就原谅她这一次吧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原谅她吧。若是让他这般胡闹，明日满京城都要传遍，我的名声就此毁了，真歹毒。佛说一切皆有因果，二妹妹当初想要下药毁我清白，自己却丢了贞洁，怀了孩子，这都是她自己造的因，跟我原不原谅她有什么关系？妹妹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！原来是自食其果。我要是大姑娘，我不把她大卸8块泄愤就不错了，还原谅她。就是啊，这样害自己的姐姐，还真是心思歹毒。罢了罢了，既然如此，等我们祈福完，再来说这件事。你就留在这里安胎吧。救命啊！救救我们吧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哪来的臭乞丐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马车？神风侯府，你们得罪得起吗？等等，他们得的这是瘟疫，会传染，你们快推开！慕容熙，你疯了吗？居然去救一个身患疫病的乞丐，你是想害了侯府吗？希儿，人命哪有贵贱之分？今日无论是乞丐还是天皇贵胄，只要是我遇到的话，我便会救。你们先行回府，我留下来查清病源。不愧是我神风侯府的女儿，希儿，祖母留下来陪你。祖母，你身体本就不好，回府里等我，我会平安回来的。千和，送老夫人回去。是。庄亲王，刚才姑娘的慷慨之言，本王都听到了。守护天下子民也是本王的职责，不是吗？那就有劳庄亲王殿下了。老伯，你体内的寒毒全部排出来了，一会儿记得喝药。多谢姑娘，你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希儿，饿了吧？我去把饭菜给你端来。嗯。神医呢？把神医给我叫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神医呢？回一边去！干什么？有话不会好好说吗？欺负小孩算什么？快把神医给我叫出来，不然我砸你们的药棚！识相的给我滚远点，不然老子连女人一起打！
没事吧？他有没有伤到你？没有。好饶命，好饶命！我们是来求医的。有你们这么求医的吗？再说了，你打的这位就是神医姐姐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神医竟然是个女子，小的该死！神医姐姐，你不要救她。医者仁心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只要生病了，在我这儿就是病人。说吧，你们那儿什么情况？王里的兄弟们都被传染了瘟疫，我们听说城外白马寺有位神医，便来治病。早说呀，都带进来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的名声都在城里传开了，所有人都知道白马寺有一位菩萨显灵，普度众生，都慕名找你治病呢。又是你在外面散布谣言了吧？可别胡说。刚刚外面有一个人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听闻此处有瘟疫，赶来发现已有人出手，看药方，便知是你这逆毒。这本医书是为师毕生心血，拿着好好研习，别给为师丢人。师父，还是这么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师父放心，徒儿定不负师恩。希儿，宫里传来急诏，青岩郡主病危，召你入宫。你们这些庸医，治了这么久都不见好，这药你们有何用？臣惶恐，是臣无能。皇兄莫急，不如让慕容姑娘试试。不可啊！女子怎可行医？自古医界圣手皆为男子，何时让一个黄毛丫头出了风头？徐太医又何惧让我一个黄毛丫头一试呢？出了丑不是更好吗？希儿，你不妨一试。郡主乃宫寒之症，虽不好根治，但也并非不治症。女子的宫寒乃天生体质问题，怎么可能根治？徐太医，看看这药方有无不妥？这几味药虽相互排斥，若能严格拿捏药量，确有驱寒滋阴之效啊！不错，再配上艾灸疗法，不出半年便可痊愈。青岩，父皇，你感觉如何？感觉小腹有一阵暖流，倒是没刚才那么痛了。好，好啊！希儿这次立了大功，说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自古从无女子从医的先例，慕容姑娘虽师承鬼医，但也当低调行事，万不可赏赐啊！皇兄，臣弟不这么认为。慕容姑娘有救世之才，又习成鬼医的绝世医典，若因女子身份被埋没，日后有才的女子，何人还敢为国效力？慕容姑娘继承天一路也万万不可，女子怎能继承鬼医衣钵？陛下，老臣以为应将此书赐予太医院，让臣等好好研习，方能传医救世啊！徐太医好算计，倒是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太医院占了去，也不见得治好郡主。本王以为，不如由慕容姑娘主持这太医院更好。父皇，13书所言极是，请父皇三思。儿臣以为，太医院主事未免有些大材小用，以慕容姑娘之才，当有太子妃风范。好，
你的意思是想求朕赐婚？儿臣求父皇赐婚。儿臣求父皇赐婚。看来老13和浩儿都对希儿有意思。不知陛下可否还记得上次臣女入宫时，陛下答应臣女的事？臣女斗胆求皇上，若日后有人求娶，臣女希望有拒绝的权利。哈哈哈哈！朕记得，所以这是要拒绝太子的求娶。是，臣女已有心上人，并且臣女所求从来都不是赐婚得来的感情，而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两情相守。他说的心上人，难道是我？殿下怎么喝了这么多？还不是那个慕容熙。今日我替他解围，顺便求父皇赐婚，他倒好，干脆利落的给我拒绝了，害我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。又是慕容熙，等我替太子拿下了你，即使是侧妃，我也能将你踩在脚下。太子莫要心急，今日府上收到帖子，说郡主为了感谢大姐姐，邀请侯府的姑娘们进宫设宴，到时我们生米煮成熟饭，还怕她不认？还是你乖巧懂事儿，深得我心。冬梅，今日你陪我入宫吧。姑娘怎么不叫我，反而叫冬梅？姑娘，宫里可不比外面，一切都要小心啊。放心，我叫冬梅跟着，自是有用意的。姑娘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姑娘服侍得妥妥当当的。那就好，你先去收拾东西吧。是。去联系三姑娘身边的精灵，别让三姑娘看见。熙姐姐，这次多亏你了，我现在感觉身体好多了。太医院都是男子，自是没有女子更懂。慕容熙，看你还能出多久的风头，晚上有你哭的。郡主好雅兴，不介意姑一起同坐吧？太子想坐哪儿？不如本王陪太子坐坐。怎么每次都是13叔来坏我好事？一定要跟我抢慕容熙是吧？好，今天我就让13叔亲眼看着慕容熙是怎么毁在我手上。好，那13叔就陪姑一起坐吧。姐姐，我里衣好像湿了，可能是刚才喝茶的时候不小心漏了。那你去换啊。我想让姐姐陪我去，我怕一个人换太慢，郡主挂举下来怕是不好。我当慕容瑶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计划呢？原来又是这一套。既然没有其他的招数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姐姐真好，走吧。姐姐，陪我进去换衣服吧。好。这味道跟上次在英王府一模一样，真是药都不带换的。这可是我前几天刚捣鼓出来的强力药粉，比这屋里的可厉害多了。姐姐，哎呀呀，妹妹没事吧？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咱们去看看吧。不好吧？想必现在三姑娘正在制服大火，当然不能进去破坏。哎呀，是不是两位小姐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去叫人吧。你在，我怎么请太子过来？
你没事吧？快闻一下。我们走吧，太子要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给他们加点料。走吧。殿下，我们家姑娘就在里面等着呢。很好。以后不要冒这样的险。我也是被逼无奈。反抗没有错，下次再有什么计划，你提前和我说，我帮你做。你不要冒险。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们只会教育我要隐忍，要顾全大局。他走了。一定是回去叫人了，我们也走。好戏要上演了。好端端的，西姐姐怎么会不见？还惊动了母后一起来找。奴才找了半天，现在只剩这间客房了。什么人？青天白日的，竟然在这儿行此等污秽之事！娘娘，里面好像是我家姑娘。来人，去把门给我撞开。是。太子殿下。浩儿，快把他拉下来。浩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庄亲王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太子拉开。庄亲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太子需要尽快冷静。太子殿下，不耻见愤，悔过好善。浩儿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不耻！这要弄出人命不可吗？血，有血！来人，快叫太医！如何啊？回禀皇后娘娘，那位姑娘已有身孕，只是月份尚小，不明显。看她身上的外伤，刚才应当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浩儿，快坐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太子殿下，您是不是误用了什么虎狼之药？到底什么情况？娘娘，太子应当是误用了强效的虎狼之药，导致身体虚耗，现在恐怕已经不能再诞育后代了。什么？混账！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儿是太子，太子是未来的国本。老臣明白，娘娘只要在皇上那边拖延些时日，或许还能有转机。毕竟天下之大，应当能找到能人异士和灵丹妙药。那位慕容家的三姑娘怎么样？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原本想着，若是我儿以后无法再诞育子嗣，好歹还有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能指望。现在可好，孩子也没了。浩儿，来躺下，慢点，慢点，好好照顾太子殿下。是。你给我起来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是臣女的错。虽然知道姐姐对太子殿下有恨，但没想到她胆大至死，公然在皇宫里设计陷害太子。臣女没能保护好太子，请娘娘责罚。是你哪个姐姐？是慕容熙。今日这一切都是她设计的。熙姐姐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，你那个三妹妹和太子殿下他们……知道，这出戏原本就是他们为我准备的，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什么？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？
金陵，你把事情再说一遍。郡主，是太子殿下和三姑娘提前在屋中点了催情香，串通好了骗大姑娘过来，毁她清白。冬梅这个被主的家伙趁机打晕了奴婢，好放太子进去。幸好大姑娘事先有防备，这才没让他们得逞。冬梅，你可知罪？姑娘，我错了。本郡主最恨刁奴欺主，满嘴胡话，胡言乱语。来人，带出宫做营妓。姑娘救我！姑娘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忠心不二。姑娘，我机会是你自己不要的。希儿，这个送你。这个笛子没有声啊！这是我师门传承的古笛，发出的是一种特殊频率，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听得见。所以你能听见？是的。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吹响它，我听到就会过来。骗人！我才不信！真的。如果你吹响它，我没有过来，那我就……我信你就是了。希儿，你可对本王有意？这人一直都这么直接吗？我喜欢他吗？想见他，想听他的声音，想他像刚才一样拦着我。希儿，你可对本王有意？想嫁给他？不对，我怎么会突然想嫁人了？不能再想了。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皇后宣你即刻进宫。皇后宣我进宫，定是为了轩辕浩的事。不如趁机将事情闹到陛下面前，方能彻底断了轩辕浩的念想。你不用跟着我，我自己去。可是，公公久等了，我们走吧。神风侯府嫡女若是倒在皇后宫中，定能惊扰陛下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本宫问你，为何设计毒害太子啊？娘娘冤枉啊！臣女何德何能，竟有如此大本事，让太子吃亏？你妹妹已经全招了，你狡辩也是无用。四姐，搜她的身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到底用了什么邪门歪道的药。娘娘明鉴，臣女妹妹早就和太子暗通款曲，她对臣女心怀怨恨，她的话不可信。臣女也是正经侯府嫡女，搜身这种侮辱之举，怎能用在臣女身上？好得很，把她给我关进冰牢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能挺多久。待着吧你！敢得罪我们皇后娘娘！哼！失策了，皇后的寝殿怎会有冰牢这种私刑？备好的丹药只是寻常补气用的，再这么下去，只怕熬不到天亮，我就要被冻死了。好想见他。他真的能听到吗？他会来吗？是王爷，这是古笛，这么晚了，他怎么会吹起这个？王爷，怎么了？这个方向，在皇后宫里西南方位的地下冰牢，竟敢伤我的人！跟我去救人。是。
杏儿，你来了。杏儿，去寒章殿放一桶热水。是。王爷，我没事。我深夜应召入宫，就是为了将此事闹大，要彻底断绝轩辕浩的妄念。你能将陛下请到皇后寝宫吗？好。皇兄，臣弟要娶慕容熙。13，你是想娶她，还是想要她背后慕容氏和萧氏的势力？皇兄，我若想要兵权，还不至于依靠女人。说的也是，这婚事朕准了。多谢皇兄。既如此，还请皇兄随臣弟移步皇后寝宫。臣弟的王妃，此刻正被囚于此。什么？王爷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这是皇后寝殿。让开！皇嫂，臣弟深夜前来，就是想问问皇嫂，为何要将臣弟未来的王妃关入冰牢？本宫不知你在说什么，这是本宫的寝殿，你一介外男，怎可擅闯？刚才是谁关你进去的？司机。王爷饶命，不关奴婢的事，奴婢是听命行事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救救奴婢！种亲王，你放肆！深夜擅闯本宫的寝殿，还敢动手？你就不怕本宫禀明皇上治你的罪吗？谁要找朕呢？皇上怎么来了？朕刚刚听说冰牢。皇后，你可还记得朕曾经说过的话？糟了，皇上恨透了后宫干政，私事刑罚。启禀皇上，臣女因得罪了太子，惹皇后娘娘不快，所以被罚。今日正好当着皇上的面说清楚，臣女对太子完全无意，望太子日后不要骚扰臣女。放肆！太子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竟还敢拒绝！皇后，堂堂太子不知廉耻，你这个当母亲的又是怎么教他的？以后就在这宫里反省，没有朕的许诺，休要踏出福气宫半步。皇上，臣妾退下。是。你放心，以后太子自不会纠缠于你，只是有一事还需要你来决断。不知皇上所言何事？刚刚庄亲王向朕求娶于你，朕已允准。只是朕曾许诺过你，你的婚事由你自行做主，所以朕便在此问你，可愿意嫁给庄亲王为妻呀？臣女愿意。希儿，好，好，好，今日就让我这皇帝先送你回府，改日他在登门正式求亲。是，皇兄。走吧。你这个儿子，真是像你，像了10乘10。他要什么，朕能不给他？就算是皇位，朕也……慢点。希儿，没事吧？是不是身子还没暖过来？喂，我可是诡异弟子，回去调理3、5日就好了。你放心吧。好，如果有事儿，千万别自己强撑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浩儿，快坐。浩儿，身子可好些了？还没。徐太医已为儿臣寻找能人异士半月有余，尚无消息。本宫愿慕容熙，愿轩辕尘，可最怨的还是你父皇的偏心。明明你才是太子，他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
撇下他那个弟弟。既如此，本宫便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我看以后谁还敢造次。母后的意思是，你父皇老了，身子不好，是时候该将皇位传给你了。儿臣明白。老太君，今日我来登门下聘，李丹还请老太君过目。我神风侯府不缺这些，我要庄亲王的一个心意。庄亲王，我问你，你心里是不是只有希儿一人？是，本王对希儿倾慕已久，情投意合，此生非他不娶。希儿你呢？给祖母说实话，你愿意嫁给庄亲王吗？希儿愿意。哦，上辈子的错付终生，换来这辈子与真心懂我的轩辕晨相识相伴，也算是无憾。我会即刻请喜婆给你们合个八字，选一个最近的良辰吉日，让你们完婚。看着我希儿出嫁，也是老身我最重要的一桩心事了。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宫里传来消息，皇上突发恶疾，现下已经昏迷不醒了。什么？皇兄，13叔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太医院的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去看了又能如何？到底是什么病症？皇上的病来得又急且凶，脉象杂乱，臣等之前从未见过。皇上的情况你无法主持朝政，所以由孤代为监国。众大臣已无异议。边关时常有匈奴来犯，边塞的王将军多次上奏请求支援。现下都城由我主持大局，边塞还望13叔即刻启程支援。本王知道了。撤！皇上怎么样？情况不容乐观，太子现在监国，命我即刻启程戍边。我把莫白留下来，暗中保护你。皇兄此次病重，定与太子有关。我会尽快了结边关之事，回来平定大局。希儿，你等我。撤！慕容大姑娘，陛下情况不容乐观，太子请您入宫诊治。正好我也挂念皇上龙体，得看看是什么病症才能放心。不过轩辕浩为人阴险狡诈，我得留个心眼。慕容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，快看看父皇吧。面色惨白，眼下乌青，嘴唇青紫，再结合脉象来看，皇上中了冰毒，脉象急促有力，但杂乱，且伴有雀啄象，这是毒素刺激，脏器逐渐衰竭的反应。皇上的病不能再拖，让我给他开服方子。照顾好皇上。是。姑也不好一直劳烦慕容姑娘，不如这样，姑娘把天一路暂存在太医院，姑会举全太医院之力，寻求解药为父皇医治。天一路乃我师父传我的绝世医典，恕我不能轻易外借。是吗？慕容熙篡改药方，意图弑君，来人，即刻打入大牢！我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迟早连累侯府。你看看，弑君的大罪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大姑娘都是我们府上的人，我们应该进宫向太子殿下求情，
此事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转什么圜呀？我们就该早早的跟他划清界限，免得他连累侯府上下。哎呦，我的希儿啊！哎呦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这就扶你。母亲，要服药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慢点，小心点啊！我可怜的孩子呀！哎呀，希儿。哎呀，我看这样吧，瑶儿呢也和太子殿下有过交情，不如让瑶儿进宫去说服太子，此事说不定还有回转的余地呢。这，好吧，这次瑶儿定能让那慕容熙再也无法翻身。你来做什么？瑶儿知道殿下不想再见我，瑶儿受母亲所托，为殿下助力。哦，侯府灰儿慕容熙在民间利用妖术弑君的流言，败坏他的名声，方便殿下处置他。不错，若是他变成用妖术弑君的诡异妖女，我看他还怎么反身。看皇上的脉象，若再不及时用药，只怕活不过3个月。慕容姑娘，快随我走！我也接到属下消息，就让属下赶过来救你。我不能走，现在外面都在传你是妖女，要谋害皇上，你再不走，将性命不保。我在这牢中暂时无事。墨白，你带浅荷去齐风崖找几味珍稀药材。你们看那儿，哇，啊，好漂亮的烟花，好漂亮啊！哎，你看，你看那儿，哇，今年的烟花比往年要更大，更好看。你看那个，样式也更加繁多，颜色也变多了，真好看。哇，这好像是凤凰，这可是祥瑞之兆啊！还真是哎。哦，你看那儿，哎，你看，那像不像什么字儿？这好像是西字吧？西字，这不是慕容家的大姑娘慕容熙？哎呀，苍天显灵，这是告诉我们，只有慕容熙才能救皇上啊！她不是妖女，她是神女啊！既是神女，那还不请太子放她出来，快去给皇上诊治！是啊，是啊，是，对，慕容熙放出来，把她请出来，把她请出来，放出来！妖女慕容熙意图弑君，罪大恶极，即刻问斩。殿下且慢，昨夜烟花秀呈现异象，凤凰图案绘成熙字，民间传这就是天命。凤凰祥瑞降与慕容熙，要他来诊治父皇，所以现在熙姐姐才是众望所归。的确如此，昨夜我夫人看完回来，连连称奇。这慕容姑娘之前不也治好了郡主的病吗？如此看来，她确实是有些才能。什么天命医皇，姑从不信这些装神弄鬼的事儿。郡主身为女子，岂会不知女子不得干政的道理？您这分明是对太子殿下的不满，妄图利用流言来裹挟圣意。我没有。江御史所言极是，香菱郡主以下犯上，罚禁足，没有姑的旨意，不得踏出郡主府半步。神风侯府故弄玄虚，欺瞒民众，也难逃一罚。皇兄，你怎能如此对我？这好端端的，太子殿下怎么就降罪了呢？这烟花可与我们侯府无关呢。哎呀，太子殿下只不过就是气慕容熙，心高气傲，不肯嫁给他。我们只要把那慕容熙嫁给太子殿下，不就行了？等太子殿下拿下国公府的兵权，这小贱人就没用。要杀要剐，还不都是太子说了算？三太太，禀三太太，国公府的胡氏在门口叫嚷，要您保下大姑娘，不然就将您贩卖私盐的证据交给衙门。什么？弟妹莫慌，其实将慕容熙嫁给太子也不失为保她的一种方法，不用担心，只要准备好明天的婚礼就行。好吧。
慕容熙，侯府被问罪，你若是想保全你弟弟和祖母的话，最好识相一点，嫁给太子殿下，哄得太子殿下高兴了，说不定就能放过他们了。你不错，只要你归顺于我，一切好说。如今陛下病情未明，王爷还在边关，只有先假意投诚，方能等待时机。轩辕浩要娶我一事没那么简单，他知道我与王爷两情相悦，怕是要借机对付他。若我吹响骨笛向他求救，等于拉他入局。可我今生只愿嫁他一人。对不起，又要把你牵扯进来了。撤！吁，杏儿，撤！出来！慕容熙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怕我了吗？啊，你个贱人！慕容熙，你给我出来！慕容熙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跟老娘出来！谁敢在我国公府撒野？别怪我没警告你们，这件事情太子若是怪罪下来，国公府的人都得玩完。滚！不怕。杏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做梦了。我去给你调安神汤。来，杏儿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确认你还在不在我身边。墨白，王爷在边关发生了什么？一次对阵时，匈奴的公主和王爷单挑，王爷得胜后就精神萎靡，一日不如一日。他的脉象并无异常。等等，这脉象中好似混入另一个与他同频的脉象，不仔细摸根本察觉不到。噬心蛊，此蛊能令人长期被梦魇困扰，非疯即死。你在此守着王爷，我去研制解药。这里是皇宫的地下水牢。杏儿，杏儿，他死了，这孩子是……你是我与他都被下药，所以这孩子是我的。杏儿，是我无能。唯一的解法是用百毒水以毒攻毒，虽然凶险，也只能一试。
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，终于除掉了慕容熙和古公府。碍眼的东西全部消失，孤的皇位唾手可得。放肆！你要干什么？血债血偿，天经地义。仇人一死，可惜儿他已经不在了。那我做的这些有什么意义？王爷，王爷，你醒醒，王爷！你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吧？希儿，你没事就好。我方才梦见轩辕浩和你妹妹两人残害你，事实就在水牢里面，而我无能为力。王爷，我好好的，就在你面前。王爷怎会梦到前世我所经历的事？那时王爷应该早就被轩辕浩所害才对。外祖父，王爷种蛊一事必有蹊跷。噬心蛊的蛊虫生长在我大晋西南一带，又仅限蛊族内部流通。匈奴人怎么有？我推测是太子与匈奴暗中勾结，想除掉王爷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让轩辕浩称帝，重现外祖家被满门抄斩的结局。我常年与匈奴人交手，曾听一些降将提起他们的隐士。当年你父母战死一役，到现在也有疑点。当时有不少将士见他俩一反常态，暴躁失血，只身追入敌营。他俩根本就不是此等莽撞之辈，而且当时因为穆将军的军令，无人敢去营救，最终导致他俩寡不敌众。穆将军乃是皇后的兄长，看来此事与皇后太子脱不了干系。既然他们露出马脚，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王爷表面假死，实则暗中调兵潜入皇宫救下皇上。轩辕晨中了噬心蛊，活不过几日，不足为惧。等他和皇上一死，浩儿，你的地位将再无人可撼动。儿臣必将好好孝顺太后娘娘。王爷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留下希儿一个人就走了。姑娘，王爷要是在这儿，定不会让你为他伤神的。镇国公担忧姑娘身体已经生病了，姑娘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镇国公病倒，那现在正是把那贱人带回侯府的好时机。姐姐，你还没过门呢，给王爷哭什么丧啊？就是，赶紧把这贱人扶起来，还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不要，我就要送王爷最后一程。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就等着再送你祖母一程。实话跟你说吧，你祖母的药里已经被我动了手脚，没几天活头了。你好狠毒！姑娘，姑娘。13怎么就这么早？我还有何颜面去见你母亲？皇兄，皇兄，世子，好儿顺。臣弟无事。臣弟带来了希儿为您研制的延缓病情的药，这里面是我磨好的冰灵药粉，记得用温水冲泡，给他服下。
但冰莲只能帮皇上续命12个时辰，12个时辰之内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进宫帮皇上治疗。好。世子，你小子倒是眼光不错。皇兄，臣弟已查清，您体内的毒药和臣弟中的蛊，还有您昏迷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，或许都与皇后、太子有关。您且听臣弟细说。竟有这种事，太不像话了！皇兄，您保重龙体。查，给朕彻查！拿着朕的4印诀结印，犹如见朕，没人敢阻拦你。朕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胆大包天到何种程度！我姐姐知道郡主最爱吃桂花酥，特意让我带来给郡主解解馋。郡主，请与婢女交换衣服，随我偷偷出府。我姐姐说，大戏要落幕了。皇上现在已是强弩之末，这么一直躺着也是碍事。母后说的是，我这就去送父皇一程。对不住了，父皇，你得先走一步。要朕往哪儿走啊？陛下，你怎么？原来父皇早就给儿子做好了局。皇后贵为一国之母，朕这么多年来给尽了你和穆家体面，可你呢？竟敢伙同你的兄长干出这种通敌叛国的蠢事，你对得起朕吗？体面？陛下可曾问我，这些是臣妾想要的吗？哼，一国之母，好一个一国之母，尊贵的皇后，这些在陛下心里都比不过那个女人，不是吗？你不可理喻！皇上切勿动怒，对身体无益。放开我，我不可理喻。陛下情愿日日去御书房，对着那个女人的画像为伴，也不愿意去臣妾的寝宫半步。成亲这些年来，表面上我是尊贵的皇后，可背地里，全宫里的人都嘲笑我是个没有夫君宠爱的妇人。你让我成了全宫里的笑柄，你竟然还说给尽了我体面，到底是谁不可理喻？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臣妾的哥哥已经带兵在来的路上，轩辕尘已死，这一局臣妾无论如何都不会输。你不是喜欢那个女人吗？就随她一起下地狱去吧。是吗？你怎么？皇嫂说的是这位穆将军吗？哥哥，你怎么？等等，轩辕尘，你怎么没死？皇嫂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不仅没死，还找到一些好东西。墨白，王爷、皇上，刘大人已认罪。他夫人是苗疆古人，善制蛊。王爷种的是新蛊，就是他夫人亲手培育的。这都是太子与匈奴往来的信件，都是下官负责传送。皇上，下官这么做都是被太子所逼，只因为下官有个女儿被太子掳走，关了起来。太子还允诺下官，事成之后会给下官的女儿做侧妃，恳求皇上开恩，饶了下官。叛徒！姑什么时候逼过你？不是你自己亲手把女儿送上来的吗？颠倒黑白的东西！够了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
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败了即是败，臣妾认。皇上，父皇，皇上，父皇，皇上，这就是报应。轩辕环，你终究还是死在自己亲儿子手上。皇上体内的寒毒已经深入骨髓，若想彻底清除，得刮骨去毒。什么？皇上，不能再等了。朕已经无所留恋，也无所畏惧了。朕愿意配合慕容姑娘治疗，只是尚有一事。13，你必须得先答应朕，接管监国之任。若朕有何不测，你就是未来的皇帝。皇兄，答应朕。好，臣弟答应。皇上稍等片刻，臣女这就去准备药浴。王爷帮我。就算有些疼，你也得忍耐一下。朕知道。莫白，你速去神方侯府，不要让苏婉和慕容瑶二人逃了。是。希儿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在此守着皇兄。你要去哪儿？轩辕晨，你站住！你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浩儿，浩儿，浩儿！你一定很得意吧，13叔？没人跟你争皇位了，慕容熙也被你搞到手了，国公府的兵权成了你的助力，就连父皇也不过是傀儡吧？浩儿，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希儿背后国公府的兵权，不然呢？慕容熙这种空有姿色、毫无情绪的女人，我才没兴趣，都不如慕容瑶姐风情。希儿，轩辕浩，该死！你这个肮脏的贱种，跟你皇兄一样，都是觊觎别人女人的孬种！有本事杀了我！来，杀了我！想逼我现在杀你，冠上谋杀太子的罪名？做梦！我要等宗人府定了你的罪，再慢慢的折磨。还记得你私通敌国公主给我下的蛊虫吗？希儿从诡异的1点中找到了，到时候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困梦魇不得挣脱的滋味。浩儿，轩辕晨，真以为你赢了吗？得不到，你也不可能得到。那我就拭目以待，我的好侄儿。方才你说这些话，不就是为了让我放过你儿子一马吗？你的目的达到了。告诉我，你刚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长相确有7分像你母亲，但这7分像，足够解你皇兄的相思之情。你竟不知道？难道你以为轩辕环对你这般好，对你百般的呵护，只因为你是他弟弟？因为你是他与你母亲偷情生的孽种！世人只知道我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可谁知道我只是一个不被丈夫疼爱的可怜女人罢了。就连浩都是我下药才怀上的。皇兄和母妃，怎么可能？
怎么样了？陛下体内的寒毒大部分已经清除了，还有部分余毒，需要每周泡一次药浴，再加上我的施针，应该1个月就能完全清除了。有劳王妃了。谁是你王妃了？定亲而已，又没有成亲。这成亲不是早晚？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莫白说陛下召我进宫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陛下不会是因为神风侯府和太子谋反的事迁怒于他吧？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慕容公子，陛下有请。臣慕容泽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你可知朕为何连夜召你入宫？你父亲去世时，你姐姐只有6岁，你就更小了。本想那个时候封你为神风侯世子，按照规矩来，你守孝3年，便要成为一家之主。以你的年纪，实在不合适。封侯现在不行啊！他既无功名，也无战绩，肯定会有旁人非议。他太小了，我担心他承受不了这些。你的顾虑也有道理，所以才让祖母接管了侯府。听陛下的意思，岂不是要祖母交权？如今你也大了，到了懂事的年纪。朕这儿有2道圣旨，一道是给你的，一道是给侯府。你说选哪一刀？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为什么呀？直说无妨，赦你无罪。我来时莫白为了侯府，想必是恼了侯府，这会儿给侯府下旨，只怕多半会是生斥吧。你不希望朕降罪于侯府？据朕所知，你和你姐姐在侯府过得并不好。可祖母待我们是极好的。那你倒猜猜，朕给你的是什么旨意？多半是什么封赏吧。不愧是慕容骁的儿子啊！你倒说说，朕封你为侯，你为什么不拒绝？因为我讨厌别人成天为了爵位不择手段，所以我不能做这样的人。这侯爵我要自己挣，就算先父在，应该也会支持我的。你要自己挣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别不认。臣谨记今日之事，不负陛下厚恩。臣告退。他姐弟俩呀，为人过于正直，可朕就是那小肚鸡肠之人。去侯府宣旨。是。老夫人，宫里来人宣旨了，老夫人请。宣旨，召慕容泽文武双全，忠义仁厚，朕心甚悦。本拟对他封侯，但慕容泽以年纪太小，寸功未立婉拒，朕便从其心意，将慕容氏侯爵收回。为什么要收回？他不要，可以给我们啊！大胆！宣旨期间怎敢喧哗？神风侯府乃朕赐予神风侯之居处，今既爵位不存，则府内不应再容人居住。念及慕容骁之母年事已高，特允其暂时借住，其余人等则令1个月内搬离府邸，自寻去处。什么？还不让住了？那我去哪里住啊？此父目无君上，多次打断宣旨。来人，掌嘴！公公，儿媳有过，老身自会责罚他。公公高抬贵手，请公公高抬贵手啊！行了，停吧。至于沈氏当初得封一品诰命夫人，乃因其神风侯之母的身份。今神风侯爵位既已收回，着令诰命也一并收回，沈氏恢复平民身份。钦此。
臣父节旨谢恩。母亲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以后我们就要流落街头了！哎呀，真是愚蠢！为什么？怎么会摊上这么个女人？别喊了！既然都要搬离，那就把大家都召到一起，该清算清算了。二房的，你早就知道太子和瑶儿暗中勾结怀孕的事，对吗？瑶儿也是为了侯府。你别跟我说为了侯府，他要是真为了侯府，那就应该让太子3媒6聘，而不是暗中苟且。慕容瑶，你听着，打今儿起，从慕容家族的族谱上剔除。族谱上剔除。祖母，祖母，姐姐已经离府了，您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。行了，我罚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离开这间屋子，就别再回来了。希儿，阿泽，祖母要说呀，这段时间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明明知道苏婉苛责你们，却为了所谓家族的安宁、侯府的脸面，任由他们蛮横、肆意妄为，这才造成了投敌叛国的大祸。如今这宅子还是还给你们吧。祖母，都是因为你，我变成这样都是拜你所赐。慕容熙，你满意了？妹妹说笑了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，你一介庶民和靠着爬床进府的妈，又怎会锦衣玉食这么多年？王爷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放开我带王爷去看看。希儿啊，医者不自医，即便他有再高的医术，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，也很难做到不起波澜了。难道说有些事情注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吗？王爷，王妃来了。跟他说，我睡下了。啊？希儿，有些事情我还没有过去心里的那个坎儿，你给我些时间。姑娘，您来了。那个，王爷睡着了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他醒。那个，王妃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王爷痊愈了，自然会去找您的。轩辕晨在搞什么鬼啊？王爷，王妃回去了。太子一党和慕容府都清算了，想必也没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，敢在我眼皮子底下伤害他。你以后就不用再保护他了，日常多注意他的动向即可，也不用在他面前现身了。是。我知道了。我与你母亲一般大，我俩情投意合，却因为父皇一眼相中那为妃。而那时候你母亲已经怀孕了，所以我只能……所以我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这样的我又怎么配得上功勋显赫的神封后第一慕容熙？那个，王爷睡着了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他醒。那个，王妃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王爷痊愈了，自然会去找您的。轩
轩辕晨在躲我，可他为什么突然要躲我呢？姑娘，这2天都没有好好吃东西，吃些吧。没胃口。那如果本郡主说你马上就能见到13皇叔了呢？有胃口了吗？郡主所言当真？他来了。啊！看你那不值钱的样，我听阿泽说你这2天因为见不到皇叔闷闷不乐的，我便进宫去求了父皇，说皇叔评判有功，要给他开个庆功宴，他还能推了不成？景和，替我梳妆。快点啊！这2个人怎么闹别扭了？庄亲王评判有功，今日朕特设家宴，替庄亲王接风洗尘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既然这样，臣弟的确有一个请求，臣弟要与慕容熙解除婚约。为什么？别跟朕说什么因为兵权所以避嫌，朕信你，你知道的。哪怕一眼，我好不容易攒出的勇气就会丧失殆尽。臣弟，这腿，太医说伤得有些重，且臣弟之前脑中的蛊虫还未完全清除。臣弟不想耽误慕容姑娘，她这么聪明，应当能明白我的言外之意，会主动配合的吧？你不说话吗？这其中一定有别的原因。朕就不信，踏遍这大晋江山还找不到一个神医。再说了，希儿自己就是鬼医的徒弟，怎么会治不好？陛下，姿势体大，不如问问我姐的想法。希儿，你怎么想？回陛下的话，臣女不退婚。他难道没听懂我的话吗？为什么不退婚？哈哈，你可想好了，他要是治不好，说不定就要守寡了。臣女不是雪上加霜的人，做不到他有病，臣女就退婚的道理。无论他健康残疾，哪怕是战死沙场，我都是他的妻子，一生都是。好，这才像侯府嫡女的格局。老13，人家不同意，你就别抢了。是，希儿，你何苦？启禀陛下，臣女有些胸闷，想出去透透气。准了。躲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就追到你府里，看你往哪里躲。姑娘，我们王爷真的不在。慕容姑娘，我就知道你腿没剩，所以你为什么要躲我？刚才在宴会上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为何不答应？轩辕晨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若是我答应，你就会让陛下找一个家世更显赫的人来配我，而不是被你这个私生子给拖累，是吗？你怎么会？慕容姑娘，慕容姑娘，这封信是陛下给您的，陛下请您原谅庄亲王。对不起。你不用道歉。你以为我是气你骗我解除婚约吗？你错了，我气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气你自以为是的替我做决定。我们都已经订婚了，而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
不是的，希儿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庄亲王还是私生子，更不在乎你是谁的儿子。我喜欢的从来都是轩辕晨这个人，而你辜负我的希望。对不起，希儿，我错了，是我小人之心，是我狭隘，你原谅我吧，不要走，好不好？刚才看见你要走的一刻，我心痛难忍。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世界会是什么样，我不能接受。从今以后还有事情瞒我，我就真的走了。不会了。小明日不停走不惧来者，只能在天惊醒。我们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怎么来了？浮世人语隐没，向天尽处求索。心中有故人漂泊不靠岸，受风有件事想和你商量，我们的婚期可不可以提前？怎么突然想婚期提前？因为我恨不得现在就娶你过门。啊？